怎么样？据教材所的所长报告，从昨天晚上你离开到今天早上原副政委离开期间，有2个人进到过这个房间。第一个是昨晚当班的服务员，第二个是今天早上班的服务员。下了班的服务员已经把他们叫回来了。马科长，这个事件在当时的山城公安局不算小事，只是对外界严密封锁的消息而已。你们要干什么？不知道这是副政委的办公室吗？你是袁农，我就是。我是来向你宣布，组织对你进行调查，希望你配合我们的工作。调查什么？这是你写的吗？这不是我写的，我只是一名幸存的记录者而已。当年关押在山城渣滓洞看守所的同志们，他们预见到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前夕，很有可能会进行疯狂的大屠杀。大家有话对党说，这狱中8条，就是他们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霹雳赤诚的诉说，是集体意志和智慧的结晶。大家商定，不管有谁活着出去，都要把看守所同志们集体讨论的意见向党汇报。我在1127大屠杀中幸免于难。不错，就是在那次大屠杀之夜，你在监狱中逃脱的经历，构成了档案中不完整、不清晰的基点。幸免于难的只有我。大屠杀中，你成了唯一的幸存者，而同志们都牺牲了。是，所以，组织上完全有必要调查此次窃走你公文包里文件的事件性质和你本人。你是投身革命多年的老干部，解放以前从事地下党工作，最该了解保密条例和组织纪律。另外，有干部和群众反映，你包庇劳教人员，利用职权之便，给自己的老婆恢复工作，这里面有没有徇私情的成分，一并查清。她不是我老婆，我们早就离婚了。也存在这样的说法，你隐瞒，你是假离婚，搞迂回战术。这些话不说了，你可以带着一些你个人的用品，但是必须经过我们的同意。我没什么好带的，我的一切是属于党的，属于组织的。这里、家里、桌椅板凳、床被，还有4季服装，都是组织发的，都有后勤处的统一编号。那就走吧，带走。走。1965年7月20日，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从海外回来，到达北京当日，即在机场宣读声明。他在声明中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方照顾和热烈欢迎表示感谢。他还希望留在台湾的国民党人领于民族大义，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做出有用的贡献。你们干什么的？干什么的？韩冰在下放劳动期间，不属于表现良好、确实悔改的人员之列。特此，经组织研究决定，维持1958年关于韩冰问题所做的处理决议。韩冰，你马上跟我们走。关于袁奴营私舞弊、利用职权假公济私一事，你还要接受组织上的调查。袁农怎么了？袁农怎么了？作为公安局的高级干部、副政委，却发生了公文包机密失窃事件。你最清楚，他违反了保密条例，是酒后肇事。我希望你能够配合组织上的调查，积极提供当时的线索细节，
坚决杜绝美甲特务，就隐藏在我们革命队伍中间，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袁农会有问题吗？我们不排除这一种可能性。他伪造了公文包被窃的假象，实际上他早已经将绝密文件供给了美甲特务。你们有什么证据啊？目前没有证据，所以才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不会随便定罪。他完全可以不告诉组织公文包被翻一事，他主动报告，这就足以说明他的党性了。究竟如何？看调查的结果吧。在全国有1/3的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里，而是掌握在敌人和他的同盟者手里。对于敌人和他的同盟者，就是要进行无限的打击，不必多言，否则将你和他归在一个案子里，那可是大案、重案。咋的了这是？啊？饭好了吗？我饿了。好了。先学一段毛主席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好了，饿死鬼，吃吧。你瞧呢？寒冰仿佛从天而降，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对于他和郑耀先，说不好是忧还是喜，亦或喜忧参半，但他们终究又在一起了。这会儿没人，你歇着吧，剩下的这点活我来干。腿脚不好，还是你歇着吧。要照顾女人，谁让我是男的，我应该多干。我哪里有那么娇气？男女平等，妇女也能撑起半边天来。寒冰回到了襄城镇，日子又像以前一样那么过着。他在想，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一草一天堂，一笑一尘缘。眼前的襄城镇就是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也空如眼前的襄城镇。兴许自己这一辈子真就这个样子和周志乾在一起，反倒算得圆满了。
谁呀？周子乾，你已经被包围了。谁要包围我呀？我们你们是谁啊？我们说了，你倒下就是投降了，你还不快倒？走，倒不倒？倒不倒？倒不倒？你倒不倒？非要倒吗？一定要倒，你倒不倒？好，我倒，我投降了啊！哦，倒喽，我倒下了，我倒下投降了。韩冰，你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韩冰，党对你如此厚爱，你在做对得起党吗？韩冰，必须老实交代，不许乱说乱动。我想好了，你到底是谁？是郑耀先或者是周之谦，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重要的，你是我的伴儿。我革命了半辈子，什么都没有，唯一的财产只有你。那我不成了你的自留地了？如果有一天你再离我而去，我将落的是空无一物。我后半辈子还怎么活呢？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答应我，不能死。我可不想当寡妇。你呀，还是把心放在肚子里，放心，我不会死，你也成为不了寡妇。也许这场运动没多少天就能结束了。这都多少天了？不管多少天，你都不能死。好，那你听好了啊，你也不能死，要死，咱俩得凑到一块儿死。我答应你，如果不能白发同结，勿宁死，莫头生。妈，哎，这两天没事别上街了啊，人太多。人多怕个啥子？我这么大人走不丢。巧儿回来了。哟，我的祖宗啊！你慢点喝，慢点喝，你别呛着了啊！别呛着，喝慢一点。听说袁世凯袁大头啊，可就是喝水呛死的。慢点，慢点。有吃的吗？有，想吃啥子？妈给你做。哪有那么多穷讲究？我又不是资产阶级小姐。好，那妈给你做饭啊。妈，我哥说的对，您这段时间就别出门了。你在旧社会啊做过不光彩的事，算四旧。哎，哥，你干嘛揪我辫子？你放手！你乱说啥？我乱说什么了？什么叫不光彩的事儿？他做过妓女，叫光彩啊。他也是受剥削、受压迫。他受什么剥削？受什么压迫？解放前，他们都不劳而获，好吃懒做。闭嘴！你也不好，你爸爸是国民党中统特务。你咋不说你妈？你到学校找我做什么？你有多长时间没回家了？一个女孩子一天到晚的也在外面，干嘛能放心吗？我是没回家，我没回封建反动的家，我在革命的大家庭里。你们有什么好不放心的？外面很乱，你不要出去惹祸。你懂什么？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说了你也不懂。我回学校了。我脑子是有病，可我不缺心眼儿。听哥的，你哪儿也不许去。你凭什么管我？我是你哥。要少说两句。不许再吵了。这当哥哥的，你就不知道要让着妹妹，啊？我马上要和同学们去北京
我要经风雨，见世面。你们谁也不要来找我，我可不能被你们拖了后腿。你说啥的？你要去北京？对啊。啥的时候走啊？说走就走。那得给你备点衣服啊。这北京可是北方，这该多冷啊！不用。你这是干什么？这是我瞒着妈自己攒下的。哟，你个小龟儿子，你还藏私房钱呢？粮票是全国粮票。我们去外地不用花钱，交通、吃饭、住宿通通不花钱，各地都有我们的阶级兄弟。小祖宗，你就别再闹了，这个钱可不能乱扔呀！哎呦，糟蹋钱啊是要受报应的，是要折寿的。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满脑子封建思想？啥子叫封建思想啊？啥子叫封建思想？要是没我这个封建思想的老娘，这哪来你这个17、18岁还人事不知的女娃娃啊？我怎么不懂人事了？你懂人事啊？你哥哥对你好，你这个都没有看出来，你这咋叫懂人事啊？他好什么好？他这是在拖革命的后腿，影响我进步。我。妈，你还不赶紧跑，敢气死妈！我打死你！哎呀妈！打死他这个！妈！他这个忘恩负义的小白眼狼！妈，他都这么大了，你打他还有啥用啊？我年轻时候的那点细软，我一个都没剩下，我全给了那些当铺了。为啥子？我就为了把你们俩养大。可到了了，我咋就有了一个小白眼狼呢？人家都说这闺女啊，就是妈的贴心小棉袄。这丫头咋就句句话往娘的心坎上捅呢？妈，巧儿还小呢。她还小，她多大了还小？我像她这个年纪啊，我早就是春香院的头牌了。我。哎呀，坏了，主播，坏了！你把你妹妹找回来，她不是饿了吗？这饭就好了。她要闹革命，她也得吃饭呢。她人是铁饭是钢，她咋能不吃饭就走呢？哎呦，老陈，你怎么也进来了？这有什么稀罕的？那这下我可完了。什么完了？我还指着你给我验明正身呢。我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哎呀，你这个，你给斗了几回了？大大小小7、8回了吧？就昨天下午没被打。你这是小巫见大巫啊！啊，我给斗了20多回了，20多回，回回挨揍。那你还没被打死啊？啊？
我有招。你有什么招？赶快教教我。他打他的啊，我唱我的，这叫井水不犯河水。你这叫分散注意力，来减轻痛苦，对吧？你都唱什么？有这个，小二黑结婚啊，霸王别姬，空城计。听说那老鸨要出京，忙坏那娘娘东西宫。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包大葱。你是什么罪名啊？造反派说我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说这袁农，他怎么也成了大叛徒、大特务？解放前啊，他进过渣滓洞的看守所。大屠杀那天夜里啊，他从死人堆里逃了出来。造反派对他那段历史有质疑，加上公文包失窃案，大特务的帽子自然就戴上了呗。公文包失窃案，这案件作为内部案件，一直是密不外传。说起来，跟你还扯上一点关系啊。跟我？韩冰脱帽以后啊，袁农一直想跟他复婚。那天夜里，袁农也是鬼使神差，拿着公文包去了韩冰住的招待所，跟他摊牌，结果啊，遭到了拒绝。袁农啊，恼羞成怒，把韩冰写给香城镇街道和你结婚的申请书啊，扯了个粉碎。袁农当天晚上喝了酒，醉得走不了，韩冰就把他拖到了床上，为了避嫌疑，自己出去睡了。那他睡哪儿了？韩冰就认识那么几个人，当天夜里敲开了马小五的家。那公文包里边的东西被偷了。袁农醒来以后啊，发现公文包里的文件被人动过，就主动报告了组织。结果不光是招待所当天值班的2个服务员受到了怀疑，他也拔出萝卜带出泥，被上级调查，怀疑他是贼喊捉贼，向台湾泄露我大3县建设的绝密文件。那也没有证据证明就是他呀。那也没有证据证明不是他呀。造反派说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没有证据啊。哎，这韩冰怎么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件事儿？他那是党性强，讲原则，守纪律。想当初，我这反革命的帽子是袁农给我扣上的，现如今他袁农也成了反动派，反动派制造反动派，那你说我还是反革命吗？快点啊！走，有老实点啊！进。老袁，你千万不能睡呀！怎么样？活着呢。老袁，老袁，老陈，哎呀，来，哎呀，来慢点，哎，来，啊，来。算了，老袁，100年修的同船渡，都到这份上了，你呀，还是管管自己的伤吧，啊！哎呀，老袁，你，老袁，我只恨我自己这辈子再也不能替死去的同志们报仇了。我对不起曾木易，对不起江西，更对不起陆汉卿。老袁。呀呀呀！鬼子廖，虽然我抓不住你这个混蛋的证据，说你是郑耀先，你就别想再叫自己是周志田。
滚远点！袁农的巴掌打在郑耀先的身上，更打在他的心上。郑耀先何尝不跟袁农一样？曾默仪、江欣、陆汉卿，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同志，他无时不刻不在想念着他们。人固有一死，或忠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命，替剥削阶级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轻于鸿毛。你怎么不吃？想绝食啊？不是，是我这嘴烂了。嘴怎么烂了？对。嘴烂了也得吃饭，别想两眼一闭就要逃避人民对你的审判。做好思想准备，明天山城有一场10万人自发组织的批斗大会，你们当中必须有人参加。报告。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能不能给他弄碗凉水，让他把那个窝头啊泡了再吃？八路也讲优待俘虏嘛。他算俘虏吗？来人呐！来个人啊！长什么？你嚷什么？我想上个厕所。刚上完你又要上？可能是凉水跟窝头凑在一块儿吃，把肚子吃坏了。妈，您以后别抱怨乔了，如今外面都这样。您的过去，我的出身，任何一样都能压死他。他不回家也好，免得受咱们牵连。他自个儿啊，也好不到哪儿去。他这性子啊，就是随了他妈了。他妈真是国民党特务？这还能有假？巷子里都传开了。再说了，他妈林云燕，要不是国民党特务，就他爸周志前这么老实一个人，那咋就能给扣上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还接受劳动教育？周志前，那他爸就真的不管他了？咋个管啊？自个儿这屁股沟子上的屎还没有擦干净呢，他爸呀，肯定是想管，不敢管了。去吧，去吧。原本吧，妈就一直希望，等你们两个长大了，让你们俩啊亲上加亲。可看现在这阵势，恐怕是难了。妈，亲不亲线上分。如今找对象啊，都得看出身、看成分。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他们才是硬杠杠。您以后别再操这个心了。乔呢，一直拿我当亲哥哥看，我心里有数，不傻。扣在这儿。哦，你可要挺得住啊！
10万人呐，真是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啊！他们说我是大特务、大叛徒，说我伪造狱中8条，诬陷革命先烈，给烈士们脸上抹黑。他们还说我诽谤党的领导，解放之后还利用职权混入公安队伍，充当美蒋特务，将绝密情报源源不断地送给台湾邀功请赏。我成了彻底不耻于人民的臭狗屎了。咱们除了坚持下去，已经是没路可走。那郑耀先为什么还不早报应？这些人往死的折磨我，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想在我这儿找到突破口，证明韩冰是反革命的罪证。韩冰毕竟是一个女人，心太软。当初遭徐东修陷害的时候，他居然放过了这个女人一马。可现在，人家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的副司令，公报私仇啊！毒蛇被暖和过来了，还不咬死农夫？那你是怎么说的？一句话：韩冰是个好同志。虽然韩冰不喜欢我，他一天都没有喜欢过我。结婚这几年，也只是表面文章上的夫妻，可他简直就是鬼迷心窍。哪怕她愿意嫁给那个所谓的周志前，都不愿意和我复婚。那周志前说他不是郑耀先，他韩冰就认了，啊？他有没有阶级立场？有没有组织原则？可无论如何，让我落井下石陷害韩冰，我都做不到，做不到啊！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共产党。老陈，和曾默仪、江信、陆汉卿这些革命先烈相比，我还做得不够，很不够啊，老陈。他们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我有一个心愿，我希望有生之年，你来逮捕郑耀先，替曾默仪、江信、老陆报仇。我用了20年的时间都没有铲掉郑耀先，我对不起我的战友们呐！我就是到了马克思那儿，也不好意思和他们见面呐。拜托了，老陈。周志前，你到底是不是国民党大特务郑耀先？我不是，我真的不是。那你为什么要娶国民党女特务林桃做老婆？哦，她当时怀孕了，我是趁火打劫，要不然她怎么会一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上？住口！这些，都是广大革命群众对国民党军统大特务郑耀先的揭发材料。
只是一小部分。他对革命群众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要我给你挨篇念吗？不用了，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这么说，你看过这些材料？我看过，但是当年在山城公安局档案科看的，不全。因为我看的那些材料，没有这些多。对内容都了解了吗？多少知道一些。既然你对郑耀先所犯下的罪行很清楚，那么你承认自己就是郑耀先了？你不能把我往死胡同里拐啊！清楚是一回事儿，承认他又是一回事儿啊！你还敢狡辩？那你想怎么样？难道屈打成招啊？你想让我说什么，你就直接说吧。我要你承认，并出面作证，周志前就是郑耀先。你是不是郑耀先？我不是。周夏红同学，现在是你和反动家庭一刀两断的时候了。周夏红，对，我就叫周夏红。乔儿，周志前是不是郑耀先？表面现象并不能给一个人定罪，关键是要拿出证据来。你的态度很顽固啊！你就是想自绝于人民。我虽然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但是党教育过我，凡事一定要实事求是。抓捕郑耀先是我多年的夙愿，从1946年的春天一直到现在，我一直想要完成这个任务，可惜还是没有能够完成，就是因为我呀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你们这些反革命，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连大特务公署都没能逃过人民的审判，你还敢妄存侥幸为郑耀先辩护？公署是什么时候落网的？怎么落网的？在我看来，能将他置于死地的，只能是郑耀先，而周志前绝对不会是郑耀先的，因为那个时候他正在石口劳教农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您作为当时的监管干部，应该清楚这一点的。哼，是吗？这个人你认识吗？见过照片，但是不认识。你到底能不能说实话？怎么让你说句实话比杀了你还难？我一个无名小卒，人家凭什么要认识我呀？现在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你给我放老实些。公署来山城，难道不是来找你的吗？他凭什么来找你？你还不赶紧老实交代？难道想蒙混过关？你到底想让我交代什么呀？公署是不是来找你的？那他为什么不是来找别人的？为什么非要找我呀？别人？这个别人还能是谁呀？周志前是在石口劳教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但公署被抓前，他突然从大家的视线里消失了。他去了什么地方？他被陈国华派来的人秘密地接走了。这个情况在农场只有极个别的人知道，恰恰其中就有我。陈国华派来的人，还有马小五也经常来找周志前，他有时候带周志前出农场，有时候不出去。他宣称有机密文件需要周志前核对，周志前不过就是一个国民党的留守人员，当真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吗？最为关键，你说过的，能将公署置于死地的人，只有郑耀先。难道是周志前抓的公署？他怎么会去抓公署呢？周志前，
你不揭发自己，那就揭发别人了。我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这本日记本，你应该知道是谁的吧？韩冰的，这是他在延安参加纺线线比赛的时候得的奖品。你看过里面的内容吗？别人的日记，我怎么能看？奇怪的是，里面除了记录了一些日期，没有任何内容。那说明他脑子好使，日期不过是个提示，内容早就记在他心里了。这是什么？被撕去的邮票，应该是民国时期发行的公文道。我在劳动饭店翻他的皮包的时候看到过。邮票，看清楚了，什么邮票？中华民国时期的公文道。一个自称是共产党员的人，长期保留着一张解放前国民党的邮票，只是想要干什么？是梦想翻天，想复辟，还是盼望着蒋介石回到大陆？对于这样的一个人，你还不揭发吗？邮票是在韩冰的日记本里找到的吗？是我们抄家时候的战利品。这不是一枚普通的邮票，全套22张，因为是北京财政部印刷局成印，又叫北京一版或北京老版帆船票。其中2元票中心图案公文是黑色，边框是蓝色，分为2个版模套印，先印边框，后印图案。因为印刷工人粗心大意，错把其中一个版模放倒，所以2元票的中心图案公文是倒的，其邮界俗称公文倒。海滨，你到底说不说话？我们不光能找到你是郑耀先的证据，我们还能找到韩冰是反革命的证据。韩冰，狱中8条：1. 防止党员干部腐化；2. 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经验； 3. 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4. 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5. 切勿轻视敌人； 6. 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以及生活作风问题； 7. 要严格执行整党整风； 8. 惩办叛徒、特务。狱中8条是难友们在牺牲前留给党组织的一份遗书，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和党员教育3个方面进行了总结，是献给新中国的一份礼物，是威士给盛世的威严。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难友们真心热爱党，
热爱已经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战友们，同志们，老周，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怎么了？周志前就是郑耀先，这在韩冰这里从来就是一个铁的事实。关键时刻该适可而止，韩冰从来没有含糊过，几次都让郑耀先死里逃生。多年来，韩冰要找的其实是郑耀先的另外一个身份，他是不是风筝？以前只是怀疑再怀疑，今天不一样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令韩冰百思不得其解，能将龚树置于死地的只有郑耀先，而周志前恰恰在那个时间段里被陈国华秘密地接走了，这说明了什么？乐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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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乐园，乐真，你怎么样？韩冰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袁农的死，至少应该让他知道吧。乐真，我终于知道杨子是谁。你说什么？韩冰做出了此生最痛苦的结论：郑耀先是共产党，他只有是共产党，龚树的死才能做出最合理的解释。因此推断，郑耀先就是风筝。杨子是韩冰，杨子是韩冰。老郑，你是不是被人打傻了？脑子出了毛病啊？我脑子没毛病。疯了的人，永远跟人说他没有疯。我没疯。玩笑不能这么开，你是在骗我。对，你是拿我耍着玩呢，啊？我就当你是发扬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啊！你以为我愿意相信这是事实吗？韩冰怎么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他怎么就成了特务了？你一定是弄错了。哎！他怎么就成了特务？你说他是特务，你出去问问，有人会相信吗？你一定是被人打傻了，脑子出了毛病，疯了，真的疯了。就是从这儿出去，也要被人送到精神病院了。陈国华了解郑耀先，
一旦从他嘴里说出了某个结论，那一定是没错的。你要是敢冤枉寒冰，别怪我跟你情断义绝。你以为我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啊？可现实是残酷的。老天爷啊，真他妈会看人的笑话。说说你的依据。是郭文志提醒的我。郭文志？郭文志审我的时候问我认不认识龚树，我也是灵光一闪，突然想到，当年龚树来山城是带了2个任务，一个是找我，现在看来，恐怕另外一个也是找人。马小五在龚树的皮包里看见过一个信封，信封上有宫门岛的邮票。我们在延娥的老巢也看到了皮包，甚至信封，只不过信封上的邮票被揭了下来，所以宫门岛的邮票一定跟龚树的另外一个任务有关。你还记得韩冰有一个红绣面的日记本吗？知道，那是他当年在延安参加纺线县得的奖品。既然是日记本，里面写的东西别人不能看。对呀，恐怕连袁农都没有看过。那毕竟是私人物品。这场运动啊，是反常规的运动，好些个问题也就有了反常规的结果。郭文志没收了韩冰的日记本，并且在里面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韩冰的日记本里有一张宫门岛的邮票。会不会是一种巧合，或是别人做的手脚啊？对于台湾来说，山城还能有什么秘密？除了影子，我想不到其他的。江万朝不是已经自杀了吗？江万朝的自杀，也许是为了蒙混过关。你想一想，当年我们是分批向台湾透露的审查干部名单，事实证明，台湾也是在得到了江万朝自杀的消息之后，停止了调查，并且允许龚树离开大陆。这和韩冰有什么关系啊？你别忘了，公安局被羁押的人员当中，除了江万朝，还有韩冰。不同的是，韩冰被羁押的原因和江万朝不一样，所以我们忽略了韩冰。老陈啊，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断，戴笠当年之所以让江万朝当弃子，并不是真的忘了他，而是让他一直充当影子的替身。一旦真影子出现危险，江万朝会瞬间被唤醒，牺牲自己掩护真影子。所以，江万朝的影子是假的，真影子是韩冰。那年那个大学生凌月的任务，就是唤醒江万朝。对，否则我实在是无法解释台湾为什么会在那个特殊时期派这么一个小特务，小的以至于我们随便一查就能查出他的身份是假的。
台湾是为了逼上梁山，逼江万朝自杀，掩护韩冰。有一点也被我忽略了，以韩冰的头脑，怎么会被公署抓住？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小五跟我说过，他受伤昏迷的时候，隐隐约约地听到韩冰跟公署讲，郑耀先和徐百川被捕的消息，是他故意散布到台湾的。这也不能说明他有问题啊。韩冰是经过组织授意，才向台湾散布消息的，而消息的内容是经过组织批准的。韩冰就是在组织的眼皮子底下，如同他当年在延安一样，利用职务之便，用电台和山城取得联系。这样的情况下，谁会怀疑他？谁敢怀疑他？韩冰一直耿耿于怀。1946年春天，他明明知道马小五腿伤未愈，却偏让他跑去给你报信。因为这个，迟了1分钟，就给我和公署逃离国共分界线刘家岭，赢得了时间。妈，我是傻儿。妈，乔儿，我去学校找他了，我没找着他。我听他同学说，他去市中心参加活动了。我已经央求他的同学了，让他给他捎去口信儿。他很快就会回来了，妈。我会回来了。妈，您别多想了，他会回来的。傻儿。妈解放前可是在狗栏院里讨饭吃的，见的人多，吃这碗饭，咋可能不懂得看人性啊？妈，您别多想了。人都说婊子无情，可无情，无情才能看懂真假性。我这辈子最喜欢真心。傻儿，妈，人活着不怕重，就怕没真心。不，妈，你不是我宽妈，你是我亲妈。咱家乔儿，咱家乔儿，有一天，一定会珍惜。妈，
小五，咱们长话短说，我现在能控制的时间很有限，咱们现在还算是能见面。也许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晨，你想见我都见不着了。秋荷死了。这个妇女生前卖了大半辈子的身，但她唯一不肯出卖的就是自己的良心。秋荷死了，高君宝怎么办？他会不会逃走？这是我被下放之前所签署的最后一道命令，你立即执行，要晚了就不作数了。老首长，我们已经证实，高君宝确实是延俄特务组织的漏网成员。秋荷一死，他很有可能出逃，但我的想法是，不要逮捕他，还要给他的出逃创造方便。为什么？高君宝虽然加入特务组织的时间不长，可大小也是个特务啊。为了你的师父。为了我师父？对，你的师父郑耀先必须死。他死亡的消息，你要通过一定的渠道传到高君宝那，然后由高君宝把这个消息传递给台湾。真的要我师父死？我要是真让你师父死，我就不会专程从北京赶到山城来了。你要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对于某些人来说，也跟出逃差不多了。听着，我找到了一家可靠的军队医院，给郑耀先开具了死亡证明，结论是，他被造反派打死了。你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让他死，并将他的尸体带出来。这项任务也只有你来完成，因为郑耀先不是谁让他死他就能死的，必须是一个他能毫不犹豫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的人。我明白了，您是想让我师父炸死，然后让他逃走？逃？往哪儿逃啊？那有个名造反派，外有台湾，现在他们都在盯着周志乾和郑耀先，他有可能被造反派整死，也有可能被台湾趁机掳走。我想要的是让周志乾和郑耀先的身份都死了，而你的师父才能活下去。谢谢老首长，坚决完成任务。我是周志乾，我不是周志乾。我是郑耀先，我不是郑耀先。我不是周志乾，也不是郑耀先。可我是谁呀？你就姓郑吧，啊？我不姓郑，郑耀先臭名昭著。那你就姓周。我也不姓周。周志乾是一辈子的反革命。你今天这是怎么了？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你这不是还活着吗？不许胡说！袁农上吊，你可不能学他。我不会学他，我不想死。是有人想让我死。谁让你死？你不是都交给我了吗？以后造反派再打你的时候，他打他的，你唱你的。唱完了小二黑结婚，你还在唱，天仙配吗？为了不让造反派打死我，为了防止台湾找到我，从今往后，周志乾、郑耀先都没有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国民党特务一旦趁乱找到你，再把你带到台湾，现在就是最佳机会。我早就习惯了这一切，我这辈子就差死没经历过。
现在看来，连这一刻都要补齐了。我曾经想找个机会能讨个说法，现在看来，说法没讨到，弄得连自己的身份都要消失了。老陈，你跟老陆一样，为我擦了不少屁股，还有钱付不偿。一并谢了。等一下，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军方带走周志前。为什么带走周志前？说他解放初在公安局做过档案工作，知道很多军事机密，所以把他马上送进监狱。又要和上一次一样，神神秘秘的带走周志前。不行，这里头肯定有鬼。知道有鬼又能咋个办呢？中发6719号文件已经下发，明文规定了造反派不得冲击监狱。这个周志前又要逍遥法外了。可是我们咋个晓得他到底进没进监狱啊？周志前，这是你的逮捕令。为什么逮捕我？逮捕你的理由太充分了。解放前，你给国民党反动派警署卖命；解放初期，又混入到我们公安局档案科，不能再让你逍遥法外，必须接受强制措施。看看吧，这上列举了你的罪行。看完了，马上跟我们走。快点吧，我们还要赶路。哎，能让他把这顿饭吃了吗？死刑犯上刑场之前还有顿饱饭呢。吃完了马上跟我们走。老周，老周，怎么回事？老周，周志前，周志前，老周，到底不是怎么回事？周志前，老周，周志前，怎么回事？周志前，断气儿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人死了。好好的，怎么你们一来提人，人就死了？我还想问你，怎么我们一来提人，人就死了？我是不是你们做了什么手脚？哎，你说什么呢？我没能动什么手脚，你们刚才都在现场，眼睁睁看着呢。周志前就是个纸老虎，一戳就破，这事儿能怪我们吗？周志前多少次批斗会的熬过来了，怎么偏偏今天就这么倒下了？这大概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吧。他挨了多少次打，身子早空了，
现在只要一个外力就摧枯拉朽。这是一听到我们要带他走，再也顶不住压力，人就不行了。我怀疑是突发心脏病。没这么简单吧？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复杂的？我记得在石口劳教农场的时候，你就经常来找周志前，你还警告过我们，要我们不要打他的主意。哎，现在我依然要警告你们，不要再打周志前的主意了。他知道我们内部的机密太多，必须把他送进监狱或者直接枪毙，以防止阶级敌人钻了空子。让开吧。现在人死在你们这儿，影响了我们执行任务，我回去怎么跟上级交差？啊！现在要做的是马上送他去医院，由医院出具具有权威的医疗诊断书，我们才能结案。啊，马同志，那就不影响你们那个执行任务了。尸体由你们送到医院吧。回头死亡鉴定书也给我们送来一份。走。来，让开。带走。哎，你说。给妈跪下磕个头吧。那我给他敬个礼吧。他也死了。谁？周志前。你爸？他不是我爸，我没爸。他是怎么死的？他对革命造反派行凶，所以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你有没有见他最后一面？从我4岁到现在，我总共只见过他3面，我还有必要去见他这一面吗？医院送来了死亡证明书，碰巧是我签收的，他们都在忙。他死在哪家医院？没看清楚，好像是一家军队的医院。还没被拉到医院，人就没气了。我把死亡证明上交给郭文志同志，郭同志的办公桌上摆满了文件，顺那张小纸片去哪了？那他是被埋了还是火化了？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想知道？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革命的潮流如火如荼，激战正酣，哪有那么多功夫知道这些？巧，那可是你爸爸。有这样的爸爸吗？从小到大，别说养我，他来看过我几回。我需要他的时候，找都找不见他；我不需要他的时候，他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跑到我面前。那顶帽子压死他也就算了，还要来压死我！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不是什么向谁夺权，而是忏悔。忏悔？什么叫忏悔？向谁忏悔啊？革命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这2个字。打小就听邻居说你傻，你脑子还真是有病。我凭什么向反革命忏悔？是傻，真傻。我竟然还想着让你忏悔，你都不知道忏悔这2个字怎么写。脑子有病啊！
说你傻，你还真傻，简直是疯了。马同志，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这辆车马上就要开出山城了，请你马上下车，我们还要赶路。这辆车的目的地是哪？目前是在汉中，至于到了以后怎么安排，就看上级的了。那我就跟到汉中。他到现在还没醒，他要是醒不过来怎么办？这个小药片是进口的洋货，可别到了中国就开变药刑了。不，你必须马上下来。我就不下来呢。请不要妨碍我们的行动，请马上下车，否则后果自负。你也知道，我们需要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山城。师傅，你还能不能活过来？中国这么大，你让我到哪儿去找您呢？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见到你？我真是没主意了。师傅，您给我出个主意呀！我怎么这么笨呢？我真是想不到什么主意。马同志，请你马上下来，我们没有时间了。师傅，请你快一点。没有告别，师傅，师傅，没有相约，师傅，何时再师傅，红色的梦，白色的夜，师傅。时间不能留，谁将一切改变？高君宝带着郑耀先去世的消息，离开山城，逃离大陆。半年后，马小五通过短波收音机收听到了这样的新闻。蒋介石长子蒋经国先生在台北出席原保密局正将军耀先之追悼会，并致悼词。而那个时候，我已经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去了云南扎根落户。此去彩云之南，就是10年。君问归期，未有期。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啊！